走你！看了啊，对，借着这锅的热度，这种方法鸡排、牛排都可以，炸。猪冬脊，你看啊，很简单。你看这个，是不是就行了？你看咱们这全体都断筋，另外一会儿腌制出来入味儿，是吧？对，省得它卷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咱们找一个东西腌腌就行了。好嘞。哎，粤菜呢是粤菜的东西，山东菜呢也有椒盐，但是味道不能一样。这个呢，看那样就复杂一点。如果说咱们家里做就没这么复杂，搁点黄酒，搁点盐，搁点葱姜，就腌腌它就行。先弄点淮盐，是不是？淮盐是不是？这淮盐是怎么做的呀？其实就是把盐炒热了，加五香粉，那个先入底味儿，入底味儿。然后呢，这个什么你知道吗？沙姜粉，什么东西别太多了。鸡翅粉，哎，鸡翅粉你看增香的，哎，有点玫瑰露啊。我说在这儿闻半天了，就是香。咱们在家呢，咱们没这么复杂，就搁点黄酒，你闻闻这味儿，很香了，你闻清香。你看没有？跟咱们这腌法就不一样。你看这么大，但是吃起来很嫩。你看这个鸡蛋清咱就不要了，只要蛋黄。你看，他们姜肉好些都是用蛋清，其实这个蛋黄师傅他这个优势应该是比蛋清更脆吧，外表更脆了。这时候呢，咱弄点粉子，玉米淀粉，再接着抓。其实师傅这个东西如果在家里做，就是真是也是一通百通了。有的时候在家里啊，一不注意淀粉也没有了，就直接使面粉也开始招呼。其实没问题。美食它代表一种生活态度，其实不一定太拘泥。对，一个方式。有点水来点水，哎，稍微抓点水，因为这是干淀粉嘛，它稠点啊。因为这香味儿，各种香味儿都出来了，是吧？复合的味道。哎，这就差不多了啊。对，然后清点油，行了。好的。你看这个淀粉，你看似有似没，这肉很润。行，咱就开火了。好嘞，热锅凉油。哎，这个是方法煎也行，这东西多种多样。煎也行啊。美食没有那么深的定义，椒盐的小料啊，很简单。用这个小勺，咱㧟点椒盐，够吧？这就不少了。够了。美极味儿特别大。网友朋友们，你看小料啊，干葱碎、青椒碎、哎对，红椒碎、淮盐、美极、料酒，记住了。这时候油差不多了，下了啊。你看啊，这大概是不是这大概几成热？你看这个，大概得有个5、6成热。对，这个到最后的口感是不是应该是外焦里嫩吗？对。外焦里嫩的肉啊，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能温油下锅，把里边的水分都耗干了。这粉呢，你要太薄了也不好，对，是吧？太薄了它就那水分锁不住了，它不嫩。这种方法，鸡排、牛排都可以炸。这种方法，对。你看这个，再炸会儿吧，让它彻底炸透。然后给它上点颜色。你看这个就差不多了，再复炸一下，脆一点。哎，油温做高做热。哎，你看这个酥了。没复炸啊，朋友们，复炸主要目的就是表皮更脆。哎，可以了。你看啊，你看这颜色多漂亮。对，淡淡的金黄色。太好了啊！滋一道。哎，走你！怎么就全倒进去？哎，看看啊，对，借着这锅的热度，热气儿，你看啊，看这香，香气四溢啊，这烹，满厨房都是香的。这汁儿一下就吸到这个肉排里边了。行，那就一人来一块儿。先给我师姐，先来。你先来，你最小。你最小。我下手了。师傅，那我也下手了。下手。师姐。煎香，外焦里嫩。不好味儿。太棒了。好多现在炒宫保鸡丁的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谈到宫保鸡丁这道菜，其实我呢有特殊的感情。73年呢，我中学毕业以后没插队，就进入学校。当时呢，我记得我们的老师张晨啊做这宫保鸡丁，哎呦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从这之后，就这道菜给我留下的是最深的印象，记忆犹新啊，记忆犹新。后来呢，16、17岁，因为什么？我跟你们两个师傅啊，陀华啊，陀师叔，我陀师叔，我们很熟啊，师爷的儿子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因为是同班同学嘛，一起在学习烹饪，是吧？有幸的跟老爷子是吧？就是老上他们家跟老爷子认识的。当时老爷子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神，是吧？前门饭店的总厨嘛。为什么刚才说我对这个菜呢情有独钟呢？上你师爷他们家去呢，
每年师爷都亲自必炒宫保鸡丁。这宫保鸡丁，哎呦，说实话啊，就是一年啊，到的时候就盼着去他们家吃来宫保鸡丁，炒这个宫保鸡丁。哎呦，你说，所以说这份鸡丁是带着我，今年我60了，带着我从16岁开始，走到今天，一直陪伴。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说这宫保鸡丁。好，这宫保鸡丁这道菜呢，从这之后跟师傅学过，是吧？跟你陀师爷学过，因为什么？我跟你陀师爷这个经历呢非常丰富。我跟他学的什么？学的是做人，主要是我今天跟你徒弟说，其实我们说了半天菜，关键是我们学做人。你做人做好了，我们这个人，比如说大家都愿意帮你，愿意把东西掏心掏肺的给你。你做人做不好，别人都躲着你。所以说我今天可能多啰嗦2句，是吧？先把人做好，这是根。在家里边，你师爷手把手的教我，啊，这宫保鸡丁过去怎么做？因为他呢是按照老的传统的做。实际上呢，我跟你师爷学的同时呢，因为陀耀华的关系，当时你陀师叔在四川饭店当处长，我又跟那个陈松荣老爷子又有所接触。2位在京城德高望重的川菜大师，在我人生的厨艺道上给了我不少帮助。所以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正宗的这种老的味道。对，我记得84年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旅游局，全旅游局是吧？系统的之后考试，那时候考试难，6个菜，整个84年我是整个旅游局的第1名。然后呢，这宫保鸡丁10分满，所有的评委，7个评委全部给我满分。我在宴会这道菜呢，怎么展现的？经常出现这个。华都当年是吧？主要是什么呀？这个宴会太多了，比如宴会啊，大量的宴会你都做不完，你天天都有。这段经历磨练我在哪儿呢？我就把这鸡丁给改了，因为鸡丁它上不了档次，是吧？就改成大盘招呼，是吧？用什么呀？改成全用鸡腿肉，改成什么宫保鸡花。宫保鸡花，大宫保鸡花，嘿，大鸡腿宫保鸡花，那个吃过瘾啊！腌透了以后，哎呦，红亮火亮，天哪，特别受欢迎。那个年代呢，我就得改良了。改良之后，这个鸡呢，就是大鸡花里边，我就说在腌制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会儿过去那什么酱油、盐、料酒腌，然后葱姜水、毛姜水，反正都是这些东西，腌上它很嫩，没有现在那么多添加剂，对，是吧？主要是那时候用2种油。我用什么油封啊？用北京的花椒和四川的花椒2种花椒榨出的油，用这个油腌好了以后封这个菜。当你这个鸡滑了下去之后，就有味道倍儿足，味道已经很浓了，又有淡淡的那种花椒那种香气味儿。所以说这个菜呢，就这菜出来就与众不同啊，就是那种。其实在改革当中、创新当中，其实一个小的动作就能改变菜的。是吧？整个这个味道，你看啊，我从20几岁走到今天60岁，是吧？这个宫保鸡丁就从来就特别火。其实无非就2个味型，一个是过去的胡辣，是吧？胡辣味、荔枝口。胡辣味口，现在就是这个，现在属于荔枝口。荔枝口比较大的糖醋口，有点小糖醋了。过去就是说吧，胡辣就是主要是以胡辣为主，胡辣味，胡辣咸鲜，对，是不是？它以这个为主。现在这东西呢，出来这东西呢，就是糖和醋的比例大了。过去呢就是几种流派，四川饭店呢不让加辣椒面，就是原汁原味。你师爷这个饭店呢，包括北京饭店，可以加辣椒面，在煸炒当中呢，然后推着辣椒面。那辣椒面呢，有一种辣椒面，有一种非常是吧？那种辣椒那种清香的感，那种味道也很好吃。啊，这2个东西都很好吃，都有各的特色。峨眉为主的宫保鸡丁，对，糖醋，是吧？现在又是一个流派版本。对，跟师傅这么多年啊，总结了很多经验，是吧？就是我觉得，比方说啊，就是从这宫保鸡丁来说，我觉得从2个点入手。第一点，传承的东西口味的不要变，宫保鸡丁也好，宫保鸡花也好，宫保鸡条也好，改变一下原来花油，我现在等于是给它挂那个师傅做那生熟糊，挂完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底下是铺一铺披萨，我上撒上 cheese， 往上一烤，这是我的想法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，师傅您给看看徒弟这种想法啊。其实呢，你还算有想法。我要纠正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好多现在炒宫保鸡丁的
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在传承当中其实忽视什么？忽视了小料。小魏同样的这个葱，比如宫保鸡丁，你看着跟着我，是吧？我一个是在那个调汁的时候把葱姜蒜搁在里边，还有一部分是煸炒的，这样呢，它两方面加起来能够刺激这个东西的这种香味儿全部给激发出来。但是呢，你看现在好多炒宫保鸡丁，大部分全是葱轱辘，是吧？这个根本就不是传承，它里头那个香味儿啊，香味儿这个对受不了，它释放不出来，生葱味儿里边稍微，其实葱的香气是在里边，它里边的出不出来。我给它切了，切完了两大好处，第一个是香味儿激发出来了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？我搁多少葱，它都看不见葱，对，它永远突出这主料。这国企传承隐藏的其实最大的好处，其实在这儿。啊，你们要知道这个好处，在这基础上，刚才小飞讲，你再激发点灵感去创新，其实最重要的，底味拿不拿，一下拿糊了的，这个菜任何菜都是这样。